我和玉娘是在凉州成的婚。此事母亲是知道的。5年前，大婚当日，我的丈夫孔灵安奉命前往凉州赈灾。多亏你了。这5年来，我替他堂前尽孝，操持孔府，只盼良人归。这几个月做得不错。可如今他带着荣耀归来，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房小妾和1双儿女。所以，大爷在凉州5年，瞒着我纳了1房小妾。玉娘是妻，我们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，是正头夫妻。大爷认她做妻，那我是什么？你们都算是我的妻子。你先入门，他依然以你为尊。但要说名分，便按平妻论。你我虽然成婚了，但并未圆房。可玉娘已经为我生下1双儿女，可她心疼你，操持家事不易，自愿让了你。是啊，说起来，我和大爷并未圆房。礼数上，说不定还差了林姑娘1层。我该是妾才是。我自然不会让你做妾，就算看在我们2家交情的份上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交情？什么交情？是我祖父为救你孔家赠你10万两金的交情，还是我父亲为救你母子殒命黄河的交情？你薛家对我孔家有恩，这不假，我认。可男女之间不能只谈恩情吧？而且，你我自小便有婚约，可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，没有男女之义啊！我和玉娘，才真的是两情相悦，互为知己。你不知道，凉州大疫之后，便是大旱，有多少无辜百姓饿死街头。玉娘她菩萨心肠，又精通医术，多亏了她陪我奔波千里，调度医术，救人于无数，这才让我立下大功。所以，这此情此恩，我怎能辜负她？他会医术，旁人也会；你会治病，旁人更能。你之所以可以救人无数，那是因为我变卖嫁妆，前后送去8万两银子购得药材所得。薛香怡，你的嫁妆是你祖父行商得来的，商人窃古，榨取民脂民膏，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，这不对吗？民脂民膏？那敢问大爷，你身上这副簇新的衣袍又用价几何？是否是我薛家不义之财换来的？你怎么变得如此市侩？你实在难堪大人。从明日起，你的管家权就交给玉娘吧，让她管着吧。我本想试试，若你能通情达理，这管家权我依旧给你。如今看来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管家权？这又是谁的意思？是我的意思，也是母亲的意思。如今玉娘立了大功，宫中贵妃女，有意让她进入上宫去做女官。她提前管家，也好练练手。这是对孔家有利的事儿。
别想着阻拦。忘恩负义，王八蛋！若不是姑娘废寝忘食，派出那只野良方，皇帝早砍了他狗头。是你，怎么还有脸让我们姑娘做平妻？姑娘，您作何打算？和离吧。太好了，我同意。哎呀，这老爷不在了，这京里咱们又无亲无故，姑娘和离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总会有办法的，大不了我带着你们回江南，就算是靠着江喜缝补，咱们也能活下去。你为了支持姑爷赈灾，把自己这10万嫁妆都花光了，可你手里还有老爷留下的保和堂，那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这保和堂可是个下金蛋的母鸡。那孔老夫人最是爱财，恐怕不会轻易放姑娘离开啊。王妈妈，去将我剩下的嫁妆都锁起来，再把账本整理好。云鹤，守住房门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。当年父亲为救孔灵安母子早亡，母亲也郁郁而终。我和祖父相依为命多年，眼见祖父老迈，无数人觊觎薛家家业，财产存银，祖父以悉数捐给国库，收到了圣上的嘉奖。若是全留给你，只怕会死于非命啊！日后你嫁到孔家，尽管花销你的嫁妆，却不能提100万银钱的事，那是祖父给你压箱底的啊！祖父这么多年给江南道的官员送过不少的钱，他们多多少少留了情分，将来孔林安对不住你，你要脱身，这些人多少会为你说话。实在不行，你多多的给他们送些钱财便是。孔灵安，你当年登门求亲，赌咒发誓，真心对我，若有辜负，必遭天谴。薛祖父，我孔灵安对天发誓，此生定会照顾好香姨，会对她负责。孔灵安，说话要算话。你既负我，我便是你的天谴。姑娘，账册整理好了，现在库房里的嫁妆也都取回咱们院子里来了。那边老太太请你过去吃晚饭。
走，咱们去会一会这一大家子。长宁，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。嫂子，你把小侄子教得真好。孔家的孩子自然是好，哪里是我教的好？嫂子，你倒是改口改得快。姐姐，长宁，快，见过你母亲。香姨姐，你可真有福气，白得一个这么大的儿子呢。薛姐姐没有生养过，平日里也没带过孩子吧？长宁虽然不是在京城出生，但自出生起便是我和林安亲自教养。这孩子心气高，若是没有真本事，他是不会真心敬服的。母亲，我看这改口之事，我们还是改日再说，别为难孩子。这事母亲还是算了。我同大爷并未圆房，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，更何况林姑娘也未曾给我进过妾室茶，有些事恐怕还做不得数。大爷叫我交出管家权，交给林姑娘练练手，账簿可以整理好了。玉娘素有贤名，这府中钟馗理应由德行如一之人掌管。林安，你这样安排实在不妥。姐姐见我进门又持家多年，我理当应听姐姐的，怎敢擅加干预钟馗？玉娘，你不必顾及旁人，我为什么让你管，他心里清楚。我知道，你德才兼备，定能管好这个家。林安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很快就会官职加身。所谓钟馗，不过是些黄白之物，我向来不喜这些。更何况薛家姐姐持家多年，你骤然夺了她的权，你要她在这个家，又有何事可做？可有些事，我必须交给你，才能放心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为什么夺他权，他心里有数。薛家姐姐，你可是真心交出钟馗？账簿已经在此，怎会不是真心？你不必强撑，或是觉得我不会管理，将来还是要还给你。我与林安在凉州时，就算是府衙之事，我也管过。钟馗之事对我来说只是件小事。我向来行事强硬，更和男子一般崇尚孔孟之道，言出必行。寻常女子那般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对我来说是行不通的。嫂子，你就管着吧，我哥看中你，自然就不会出错的。正好也熟悉熟悉家里的开销如何。这账上怎的亏损了近万两？香姨姐，你既要交账，便要诚实一点，怎么做假账来坑骗玉娘嫂子？坑骗？二姑娘，您说话可别丧良心。当初我们姑娘进府，你们孔府账上才几个银子，这些年家里就大爷一个领俸禄的，可大爷一个子儿都没往家里寄回来过，全家上下净叫姑娘养着了。我们家姑娘10万嫁妆进了你们家门，如今只剩一堆不值钱的破铜烂铁了，难不成还要我们姑娘拿出来养一些来路不明的野孩子？你放肆！薛相宜，管好你的家仆恶犬！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我拖出去！张嘴！云鹤，回去。
10万的嫁妆没了，可他那还有名满天下的保和堂。既是我孔家儿媳，光交了账册可不行，这保和堂也得一并交出来。这泼妇竟让我继而受辱，若非动手有辱君子之道，定然不能轻饶于他。这商贾之女果然不懂官家规矩。你身为嫡妻，应该大度点。哥哥在外辛苦5年，如今荣耀回家，你跟着沾光不是？你为何如此刻薄？先前几年你不是一直在贴补家用吗？现在为何不愿？我看你就是想要挟哥哥罢了。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你难道不知商人低贱，女子应当以德行为贵？你现在怎会如此市侩？二姑娘不市侩，既如此，想来也不会要我这商贾之女的嫁妆。薛香怡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你不是答应我要送我一座3进的宅子做嫁妆吗？母亲已经将宅子写在单子里送进云家了呀。是啊，香姨，此话可不能胡说。孔家家世早就没法和云家相比，要是嫁妆里那座大宅被撤掉，云家定会悔婚。薛香怡，你真该死！如今钟馗之事就交给林姑娘来管，府里姑娘出嫁也自然该由她安排。账簿我已经交出去，我便先回了。你不许走！你得把宅子给我啊！站住！像什么样子？我孔家女子怎能如此失格？早知道我就帮薛香怡了。你，妹妹，我也有一些嫁妆，过后给你买一户3进园子，补贴你便是，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成家。真的？放心，妹妹，这都是我作为长嫂应该做的。我们作为官宦之家，讲究的是体面和骨气，岂能用黄白之物来衡量？姨娘嫂子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死丫头，用一座宅子就想拿捏我孔家。我儿如今是知府，不多久便要进户部。你见商贾巫女，定让你跪在地上求饶。要说还是老爷有远见，当初姑娘远嫁时，让杨管家带着心腹来京城开了保和堂分店，要不然姑娘受了委屈，连个娘家都没有。管家，姑娘回来了。姑娘可安好？姑娘可是过来找于师傅的吗？路过来看看。快，到里边请。请。来啦。江父，成色不错。看看。30年以上。拿回去补补。好。去，你个老妖鬼！如今咱们姑娘是官太太了，你还以为她是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药童啊？啊！我知道。姑娘，最近在孔家过得可好啊？他都好。啊，那就好。以后姑娘啊，你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如今咱保和堂生意不错，盈利都很好。啊，对了，姑爷刚从凉州回来，虽说立了功，但是还没有授官。
保不齐以后要多拿些银两去打点打点。要不我给姑娘去支些银两？家里有银两，就不劳杨叔操心了。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也好。马上进去。谁家？往里边请。上次的风寒就是在这儿治好的。不哭，过些日子咱们就能回家了。我就是为小姐委屈。我不委屈。等下王妈妈去把那处宅子的尾款交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莫不是还要替二姑娘做陪嫁？咱们在京城又没有房子，不买房子哪来的家呀？难不成真带你们两个回江南？这个好，终于不用每天早上去给那老妖婆请安了。去东宫詹事陈大人府上。好嘞。前几年为了给太子东征筹款，陈大人曾来过薛家。我进京后，陈大人夫妇对我也不错。之前我进宫谢恩，就是陈夫人引荐的。希望这次也一切顺利。祖父保佑一儿。姑娘，我听说那姓林的狐狸精入了崔贵妃的眼，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，陈夫人想必是不会帮咱们见皇后的。妹妹，太子要见你，且跟我来。民女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陈大人。起来吧。孔府的事，母后已得知。念你祖父的功劳，母后已打算给你告明，不日一旨就会送去孔府。想来孔家也不会过于薄待你，你安心回府便是。怎么，觉得不够？便是母后，也管不了臣子娶妻纳妾。你想来那女子进门是无用的，更何况对方已有子嗣。民女不求告明，只求合理。静好。呀，那个，静好。呀，那个，静好了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薛征，薛香宜。他变心机寻一个你，不愿问你是为朝夕。和离之后，你如何打算？民女想自立门户，自己当家做主。薛姑娘，立女户看似自由，生死财产皆不由族中管。可你是前首富的孙女，像你这样的金疙瘩，若是没有夫家作为倚仗，只怕不知道多少人惦记，到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立女户虽不易，居于人下讨口饭吃更不易。便是日后死于荒野，也是自由身，总好过无声无息的憋死在这孔家后宅内，才是大大的不值。请殿下成全。你既已想好，
便遂了你的意。但姑提醒你，姑一向不喜人出尔反尔，出了这道门，你又舍不下恐怕，天下可没有后悔路给你走。民女绝不后悔。你与孔令安可曾有夫妻之实？不曾。殿下是想通过薛襄仪拿到薛公的东西。玉娘，林安，有件事我需跟你讲一下。不急，坐下说。午后我去找伢子补薛二妹妹那宅子的尾款，那人说薛姐姐已经找人补了尾款，那宅子也在姐姐手里。他想通了，还打算给薛二妹。我本也是这样想的，还亲自去少宁居想替你和小妹谢他，不曾想他连门都不让我进，他奶娘把我堵在门口骂了一通。大爷您不知道，夫人受了好大的委屈，那边的王奶娘还说咱们痴心妄想，那宅子是大夫人买了自己用的，才不是给什么阿猫阿狗留的。这刁奴竟敢欺主，我去杖毙他！好了，许是薛姐姐性子宽厚，才这般纵容家仆跋扈。日后我替姐姐好好补补规矩就是了。那就辛苦玉娘了。哎，对了，玉娘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哪来的钱替轩儿买宅子呀？是老爷夫人留的遗产，夫人原先不知道，回京前李妈妈才拿出来的。这钱原本是在凉州李妈妈偷偷为我铺的后路，如今你我夫妻一体，拿出来补贴小妹也是应该的。苦了玉娘了。既如此，我去一趟少宁居，轩儿的宅子还得从玉娘手中送出才是。都听你的。那我去了。夫人，要是大爷知道我们昧下了赈灾的钱，你不说便没人知道。是。薛襄仪，薛二成亲的宅子是不是你派人买了？偌大的孔法还不够你住，你买宅子是何居心啊？大爷觉得我有何居心？你把宅子过给轩儿，我和玉娘给你钱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大爷打算给我多少钱？你不是7000两买的吗？说吧，你想要多少两？1万两。你这恶妇果然过于心计，这管家之权必须交给玉娘，不然日后孩子都跟你学坏了。你以为就凭这宅子就能阻止玉娘进门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待明日开宗祠请族谱，我便会正式迎娶玉娘进门。
孔林安，你别忘了，过去3年是我变卖了嫁妆，全心全意的支持你，你才有了今日的成就。商贾本性，无非是投机而已。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你给我闭门思过，无故不得出上宁郡。什么？母亲让我与她同房？香姨也是个好姑娘，她只是太在意你了。等你们有了夫妻之实，她自然事事以你为先。此事以后再说。母亲，她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她还年轻，做事不周到也没什么。可你别忘了，她可拿着自己的嫁妆寄给你赈灾了，也是个心善的姑娘。等明日开了宗祠，入了族谱，你们就圆房。此事儿子恕难从命。母亲，今日之事你也看到了，若我与那薛氏再有了孩子，他怕是更加目中无人了。我已决定，3年之内绝对不与他同房。母亲，儿子告辞了。哎，你要气死为娘啊！哎，母亲，你怎么还撮合哥哥和薛香宜那个贱人？你懂什么？他们俩没有夫妻之实，细论起来根本不算里程。您是说薛香宜还算未嫁之身？不错。母亲，既然哥哥不喜欢那个贱人，那到时候咱们找个人和他同房一晚，之后咱们也好拿捏他，不是？这未免太歹毒了一些。哼，她一个商贾贱女，又手握保和桃，有了咱们孔府的庇佑，便必死无疑。咱们留下她，也算是报了他父亲旧年和哥哥的恩情了。但若是你哥哥知道了，母亲出此下策，也是为了咱们孔家。往后哥哥和林氏嫂嫂相辅相持，咱们孔家肯定会蒸蒸日上。就让薛香宜在后院享福吧，一举多得啊，母亲。可她毕竟是恩人之女，我们也应该为她谋划。这样，你找个人假装与她同房，莫要失了分寸啊！此事交由我来办，母亲只管放心便是。薛香宜，你躲我宅子，我便找人躲你贞洁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活下去。多谢张妈妈，我既已知晓了此事，便不会吃了这暗亏。是，那老奴就先告退了。嘿，下流！是官家小姐，怎能如此无耻？姑娘只不过是想和离，那孔家母女怎么这么狠毒？凤儿过来。姑娘，这是不是太狠了？狠什么？要不是咱们姑娘，她孔莲哪有今天？现在她却这般羞辱姑娘，要我说，就该把这一家子全都毒死才好。你就是送夜香的陈三，把头抬起来。赵妈妈去上宁居了。是。极好极好，贱人，你不给我宅子，我就让这又丑又臭的男人毁了你。赵妈妈，把他送上宁居圆房，
别把事办砸。姑娘放心，老奴保管，不叫任何人知晓。见过少夫人。赵妈妈不在老夫人身边，找我有事？回少夫人，大爷今晚会来少夫人这儿就寝，老夫人特命老奴带些点心来给少夫人。哦，大爷今晚来我这里，他不生气了？回少夫人，这是老夫人吩咐的，大爷不敢不从。是吗？千真万确，只是大爷估计要晚些过来。少夫人若是饿了，请吃些点心垫垫肚子。赵妈妈，今天这点心不对，糖霜放多了。是府上换了新厨娘。替我谢谢老夫人，回吧。那老奴就不打扰少夫人了。姑娘，这是门房的人递进来的。是云锦哥哥的玉佩。亥12克，水仙面谈，请。姑娘，万万不可私见外拿呀！大惊小怪。云锦哥哥要约我与水榭相聚，你且从后门带他进府中。姑娘，还是算了吧，您今晚还有大事要做，别误了事儿。你懂什么？跟嫁进云家相比，什么事都不是大事。事儿要办，云锦哥哥也要见。云锦哥哥，母亲今日早早唤儿子过来，可是有事儿？怎么，没事就不能陪娘走走？儿子不敢。轩儿这孩子怎么会选在水榭？怎么回事？赵妈妈着人封锁水榭，不准任何人出去。是。说，怎么回事？说，大爷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还有没有点规矩？说话！我见一男一女躺在榻上，那姑娘看着像谁？像少夫人。胡言乱语！那屋里怎么可能是夫人呢？可我看着就像。你还敢！闭嘴！大爷，你不能进去！让开！让开！林安，园中人多眼杂，林安你切莫鲁莽行事。下贱的东西，连大爷你都敢拦！母亲，里面如果真是他，
就算落了当年的恩情，孔家脸面也绝对不能丢。林安，莫要乱猜，或是姐姐觉得受了委屈，于是做了糊涂事。委屈？她是正妻，是这内宅府里的女主人，何来委屈？这2日也是她在闹，才让你受委屈。商贾之女毕竟眼皮子浅薄了些，儿啊，事情也许没有坏到不可挽回。这事情若是真的，我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母亲，我只求你，不管这里面是谁，只要坏了府里风气，报官也好，族规处置也罢，必须严惩。林安，母亲说的对，切莫因一时的怒火坏了心智。若真如你猜想的那样，就好了，你不必替他说情。他要是做了有辱门楣之事，交给孔家族规处置。一具商贾之女，做不得数。开门，薛香宜，里面是不是你？好，为娘倒要看看，是不是他薛香宜败坏了我孔府家门风。大清早的，好热闹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要不然呢？母亲以为我该在哪？轩儿，轩儿，轩儿，轩儿！哟，大舅哥，这么早就来了？混账东西！大舅哥，别生气嘛，昨夜还是你妹妹派人守着门放我进来的呢。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轩儿，等我来大舅的抢！娘，坐下。薛香宜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母亲这是何意？你少装蒜！刚才出去的是云家公子吗？回姑娘，是云家2公子。哦，不应该是云景大公子吗？2姑娘好歹也是官宦之女，怎能让外男留宿？说不定有人帮忙呢。是你陷害轩儿！是我叫2姑娘和外男私通的。你休得胡言！报官！让报官！他谋害小姑子，阴险恶毒，将他下狱沉塘。报官，正好，我也有官要报。母亲可认得此人？母亲可认得此人？少夫人，这是定和2姑娘让我去替大爷和少夫人圆房的，你可要救我呀！母亲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轩儿不过是找人换上你的衣服，与他共处一室，假意圆房，并没有真要毁他清白。他好狠毒啊！竟算计着你妹妹，真失了身啊！狗东西，你怎敢！怎敢！薛姐姐，恕妹妹无礼，敢问一句，轩儿的事是否是姐姐策划的？不是。你放屁！姐姐，否认是没有用的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你做的，你清楚。
我和林安也清楚。林姑娘果然大才，适合做官。我带来的证人，你视而不见，反倒是凭着揣测来定我这个受害者的罪。证据我会去找的，只要做了，就会有蛛丝马迹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日我无理问你，是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不得不言。你也是女子，可知女子的清白有多么重要？小妹只不过是找人与你假同房一日，并非真要毁了你的清白。你若心思正，就应该把陈三扣下，再连夜去找林安问清楚此事。届时，小妹的错能被纠正，这荒唐事就不会发生。没错，你既已扣下陈三，就连夜去找我问清楚，规劝小妹，这才是做长嫂的样子。这么说来，这件事从头到尾，倒是我错的最大了。当然是你，你手段歹毒，其心可诛。我昨夜不发作，是因为我的好夫君将我禁足，我怎敢在夜里乱走？你休要狡辩！你若是想说，有很多法子，只是你不想说罢了。因为你已经找人安排好了一切，去报复雪儿妹妹。看来我今日是非说实话不可了。我只问你一句，雪儿的事是否是你一手策划的？自然不是我，此事分明是林姑娘所为。你休要再胡说！此事我是受害者，完全无辜。分明是你小妹想要害我，提前被林姑娘得知，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才去给那云二公子报了信，毁了小妹清白，想借此事陷害我，以图敌妻之位。不可能！夫君怎得如此偏心？他编故事，你便全部听信；我说真话，你却一点都不信。唉，还真是让人伤心。你真要断案，想问我话，等林姑娘哪天做了金兆尹再说吧。否则，你一介外室，也配来问当家主母的话？不好了，二姑娘自尽了！什么？雪儿！哎呀！去找孔管家，把这两个事主的恶犬送官吧。是。姑娘，姑娘，云家大房来退婚啦，云家二房来提亲了。那前院可真是热闹啊！您是没看到啊，老太太那张脸呀都绿了。云家狗皮膏药似的对着老太太，一口一个亲家母。哎呦，真是笑死人了！那二姑娘死了没？啊！我不嫁，云容就是个废物，我死也不嫁给他。娘，不嫁他，还能嫁给谁？小妹，女子的前程是要靠自己挣的，一味的嫌弃夫君又有何用？你知云容的不好，你将来嫁给他之后，好生扶持他便是了。你懂什么？那云容通房无数。母亲，我自然知道。可男子三妻四妾是常事，他们在外建功立业，身边有几个伺候的也是正常的。做妻子的怎能纠结这些风流韵事，岂不落了下场？你说的倒是好听，你现在还不是霸占着哥哥，你以为旁人看不清吗？林轩，谁让你跟嫂子这么说话的？坐下。娘，我死了算了，你让我死了吧。
你放心，娘不会让你白吃这个亏。薛湘怡她毁了你，我就让她死在孔家内宅里。到时候拿保和堂给你陪嫁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嫂嫂谋害小姑子本就是大罪，我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，给他留一个体面全尸，将来娶她进孔家祖坟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对，毒死他，让他死，让他死得无声无息。可是母亲，薛家老爷子临终遗言说，保和堂只能传给薛湘怡和他的子嗣。若是您杀了他，这保和堂将来是要冲进国库的。玉娘，这些你怎么会知道？连家中的仆人都知晓，林安你竟不知？母亲，此事还需慎重。拿不到保和堂也罢，我要他死，给我轩儿出气。可不用再说了。母亲，他父亲是为了救我们而死，可他毁了我的轩儿。他是薛家唯一的血脉了。你要是想给薛家留血脉，那你就去跟他圆房。我允许他生下孩子再死。好，我同他圆房。但在此之前，母亲你不许动他。轩儿，都下去。我本来以为你至少是心地善良，没曾想你竟敢陷害轩儿，你怎么如此狠毒啊？我不懂大爷的意思。此刻也没人，轩儿就是你害的。大爷既然认定，那打算怎么办？轩儿是必须嫁入云家了，你把宅子送给轩儿，算作你的补偿。就只要那座宅子？清月，我会留下，毕竟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。这些年你操持家不易，你们薛家对孔家也有恩，我给你留个子嗣，也算是延续你们薛家的血脉了。然后呢？等我生下孩子，我是会难产而死，还是病痛而死？你和你母亲为了要这保和堂，还真是处心积虑。薛湘怡，就凭你对轩儿做的事，母亲就算当场处置你，那也不算过分。我是为了保住你，才出此下策。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大爷了。谢谢大爷吞没我家遗产，谢谢大爷许我在死之前为你生个孩子。你在胡说八道！我何时图谋过保和堂？我是为了救你。你母亲图谋和你图谋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可理喻！你口口声声说要报答我父亲的恩情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便给我一纸放弃书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。你愿意和离？为何不愿？我知道了，你设计陷害轩儿是为了报复我，报复我带回玉娘。你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帮助我。这样吧，轩儿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
等你有了孩子，就算是孔家嫡次子，你有了孩子，母亲也会原谅你的。只要你能安分守己，这个家还是有你的位置。用不着，我只要和离。薛香宜，和离以后你被死欺负，是自甘下贱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要孩子，还是要和离？和离。好，今日你负其所言，明日你别后悔。姑娘，不好了！老夫人叫人开了宗祠，叫了许多孔氏的耆老来，据说连孔老伯爷都来了，要给您和那个姓林的狐狸精上族谱，还变发喜蛋，还说您和大爷已经圆房了。我去撕了那老东西的嘴！站住！姑娘，老太太这么做，可要毁了你的名声啊！黄妈妈，你去叫上孔熙，让他带着和离叔在祠堂外候着。云鹤，你带上东西去祠堂，我们去会一会这会咬人的豺狼。是。都还有这样的，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。见过老伯爷，见过婆母。你一介商户之女，进孔家门，时日不短，说来也是你有福气。今天，你婆母亲自请了我们来，给你和林氏一同上族谱，再将长宁儿过继到你名下，将来奉养于你，此乃大吉之兆也。上族谱？我说的是和离，为何还要上你们孔家的族谱？什么？和离？和离？啊？我与大爷已经说定，彼此和离，男婚女嫁，从此各不相干。胡闹！诸位，别听他胡言乱语。林安娶了林氏，虽未曾告知你，但是也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。你闹些脾气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敢将和离这种话挂在嘴上？老伯爷说的是，就是因为林氏和孩子们的事儿，他跟林安怄气呢。父亲为救林安母子而死，你薛家对孔家有恩，若是和离了，你让世人如何看待孔家？你此举分明是坏孔氏名声，置我孔氏于不仁不义之地。商户之女，难当大任，家的颜面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提和离是对你们孔家不仁不义，难道不是？我原本以为只是孔林安母子无耻，未曾想孔氏满门无耻。徐香宜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主持孔家后院5年，替你照顾母亲与妹妹，未曾有过丝毫索取。你安置外事，剩下孽罪，还要放在我的名下。说的好听，不过是图我薛家保和堂罢了。我，还有你呢？这话说的，明明知道内幕，却一口一个仁义道德，不过是想日后也分一杯羹。闭嘴！孔老伯爷，你儿子当年欠巨额赌债，若非我祖父倾囊相助，你早就被御史弹劾罢官返乡了。如今我祖父去世，你不想着回报，却还有脸说教于我。别说了，放肆！卑贱的东西，给我闭嘴！嫁作人妇，
你竟敢如此忤逆长辈，这实在是闻所未闻。对，果然是商贾之女，粗鄙至极。我孔氏宗父怎能让他担当？诸位都看到了吧？这薛氏的确难当大任。李安的嫡妻，理当是林氏。原本觉得你婆母所言有些过，现在看来，的确是你荒唐粗鄙。今日上族谱，定是排在你前头，日后后灾大事要听林氏的。不错，就将宁哥过继到你名下，认作母亲。你身上商贾之气太重，保和堂不遗留于你手，今日便过继给宁哥，日后由林氏掌管。果然是一群无耻之徒，果然是一群无耻之徒。你是你太贪心了，要不是你千方百计挟制我，何以至此啊？先上族谱，再行过继。林玉娘，你怎么说？姐姐先我入门，我怎敢越过姐姐？你当得起？薛氏，你过来，给主母敬茶。老伯爷，还是算了吧。什么算了？族谱上他在你后面，就得敬茶。你怎么看？老伯爷是为你好，你要是不想给玉娘敬茶，就给老伯爷跪下斟一杯茶即可。老伯爷是长辈，给他跪下不算什么。大胆！这相宜，无耻老贼，也配我给你敬茶？你还敢羞辱于我？来人，来人呐！先家法！老伯爷可以试试喊得再大声点。来人！孔灵安，你还认得这把剑吗？孔灵安，你还认得这把剑吗？当年，父亲就是用这把剑，从匪寇手中救下了你们母子。后来，匪寇也是用这把剑，刺进了我父亲的胸膛，要了他的命。如今剑在，血迹也在。孔灵安，你当着这把剑的面，你敢说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当真问心无愧吗？你们孔家人的良心都叫狗吃了吗？你少东拉西扯的！当年是你父亲自愿救人，我们又没有求他。好，就当我父亲当年是多事。不要耽误时间，赶紧敬茶。敬茶？
想让我们姑娘进茶，先把欠我们家的钱还了。这10万两是当年孔府借我们家老爷子的，这8万两是我们姑娘买药寄给大爷的凭证。没错，你们丧着良心说我家老爷救人多事，可是借款可是你们孔家上赶着向我们借的。不错，废话少说，还钱还钱！哼，他用嫁妆扶持李安是他自愿的，至于他祖父借钱给我家，不过是妄图攀附权贵。区区10万两，我孔家向哪个商贾借不到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老夫人便去找人借吧，先把我家的钱还了。薛相宜，你在挑战孔家的底线！无耻之徒，何来底线？怎么，老伯爷是想先把我家的钱还了？你竟然妻子都管不住！在列祖列宗面前，你敢如此放肆？薛相宜，信不信我真的休了你？休我？保和堂没到手，你舍得休我？无法无天！来人！来人！人都死哪儿去了？老夫人，管家，给我按住他，敬茶，行礼。祖宗面前，岂容他胡言乱语？上！我看谁敢动夫人！反了，反了！孔熙，你个卑贱的奴仆，竟然敢背叛孔家！来人，来人呀！孔熙，你要干什么？老夫人，大爷，你们别喊，外面可全是夫人的人。管家，夫人，劳烦大爷签字吧。是。薛相宜，你想清楚，一旦和离你便是继父，你真的会一文不值。签。胡闹也有个分寸。你一介出身商户的小民，怎敢迁怒盗逼主家？夫人，薛相宜，你竟敢私通家奴，胁迫婆母和夫君，这是大罪，是要判流刑的。对，这是大罪，杀他头！对，把他进猪笼。私通家奴这一款，就该斩首！少污蔑我们家姑娘，分明就是你们孔家行事不仁，逼得人没活路了，人家才来投靠我们姑娘的。是你，原来是你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今日我就把你们一家发卖了！吃里扒外这几个字，我们可不敢当。想我一家子为孔家辛苦了多少年，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？就因为二姑娘看中我家丫头美貌，哼，逼着她将来做陪嫁通房，我家丫头不愿意，二姑娘就用剪刀毁了她的脸。没有。我们姑娘可没私通，谁私通，谁该进猪笼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老夫人，你怕是
卖不了我们了。托夫人的福，我们一家人早就脱了奴籍了。什么？大爷，您如此对待夫人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报官！对，报官！杀他的头！对，报官！他被流放，报官！对，报官！把他抓进去看堂。夫人，若是真的强逼大爷签了这和离书，您怕是会吃官司的，这可是大罪呀！我知道，但我宁愿以清白之身被流放、被销售，也不愿意再做孔家妇。我嫌脏，娘娘的懿旨到了。娘娘的懿旨到了。这下好了，定是崔贵妃宣你做女官的，速速去门口摆香案接旨。原本只需要给玉娘敬杯茶的小事儿，现下好了，你勾结家奴，胁迫我和母亲，现在谁还救得了你？你就在此候着，等接完了旨，自有家法等着你。薛氏夫人何在？内子身体抱恙，不知大人找他做甚？抱恙？咱家怎么听说今日孔府开祠堂，给两位夫人入族谱？怎么薛氏夫人抱恙还能操持此事？麻烦孔大人请薛氏夫人出来。公公，这旨意又不是给他的，何必请他出来呢？不是给他，难道是给你啊？这懿旨总不能是替薛香宜说话的吧？她一个商户女毫无价值，宫里的贵人谁会记得她呢？公公，贵妃娘娘一向可好啊？太夫人倒是对贵妃很关切。夏总管安好。传皇后懿旨。今有薛氏女相宜，乃忠良义商之后，本宫感其孤苦，封为隆安县主。一位薛氏满门。县主竟是女爵。大选开国以来，皇室贵女都很难被封郡主、县主，更别提商贾女子封爵呀。县主虽是五品，但金上登基以来还从未封过。是啊，那薛公明不过是给国库捐了点钱，
何德何能，竟比薛相宜换来如此荣耀？这份荣耀千金难换，必须要留在孔府。无论如何，哪怕是压，也要压着他们圆房。令薛氏夫妇2人空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实。薛氏请旨退婚，本宫应允。灵儿，即日起，薛孔两家婚事作罢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钦此。谢娘娘恩典。相宜，太夫人，既是解除了婚姻，那两家就现场把彩礼跟嫁妆退了吧。咱家带了宫里的主簿，即刻过了文书，也少了许多麻烦。多谢夏总管。是太子殿下吩咐的。薛姑娘，命人把嫁妆单和彩礼单都拿出来吧。总管大人，我们姑娘的嫁妆单和彩礼单都在这里。嫁妆10万，彩礼才3000。这是何物？我们姑娘嫁妆虽有10万，却都借给了大爷花销，如今已所剩无几了。既是借，那就得还。皇后娘娘说的是撤销婚事，那两家便得分得清清楚楚。那若是这孔家没钱了呢？没钱，那物价总有吧？这宫里的主簿也能估价，办一件算一件吧。这如何是得呀？相宜，不过是几个钱的事儿，你不会这么无情吧？老夫人也说了，不过是几个钱的事儿，何必这么激动呢？搬。是。走。搬。来，快快，这个搬走。搬呐，那个也搬走。怎么办？如还有这个，啊！都搬。慢点，都慢点。不要！慢点，大人。你说你搬什么呀？我的花，这花你搬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！椅子1张，可抵10两；梨花木屏风，可抵300两。走！住老！别走啊！薛相宜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不行吗？你不许搬了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薛相宜，我给你打借条。我以1/2厘的利息给你。薛县主，您看，请吧。二位签字吧。薛相宜，今日离开孔家，日后再嫁人，收拾你们薛家的商贾习气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加100回人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孔大人，你这是在威胁县主？下官不敢。
这婚算是退了，咱家也该回宫复命了。何松下总管，县主先且安置吧，待日后得了空再进宫与娘娘谢恩。多谢夏总管。走吧。本县主要走了，还不恭送我们县主？恭送县主。咱们走。哎，你不要！哎，我的屏风！风筝，我是打碎头了吗？怎么还爆？都是你说的馊主意！玉娘，母亲，为娘素知你有雅量，不失男人风度。如今咱们孔家是遭了劫难，为娘仔细想了一下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玉娘，为娘不是怪你，但再这样，这香姨呀，对李安肯定是有感情的，否则也不会倾尽嫁妆去扶持李安。你说是不是？母亲要我做什么？为娘想让你把香姨请回来，大不了她在族谱前面。不行，玉娘，你不用去削职，他的县主又不是自己挣来的，况且不过是一个县主而已，我跟玉娘平真比真，一样可以光耀门楣。而且玉娘也得崔贵妃的赏识，不日在宫中，就会就人依私要点一旨。姑娘，您回来的这个季度的账册准备好了。怎么今年药材的价格比去年还高？前几年太子领兵出征，这药价是年年攀升啊。姑娘，这药材这么贵，咱们保和堂今年是否药材减少采购啊？不，咱们今年要加量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快，带着你们当家的大夫跟我去趟侯府，我家小姐疾病。二位，这边请。我家小姐昨儿下山回家还好好的，不知咋的，今天上午就开始吐，这高烧不退，腹痛不止，一上午的功夫吐出来的东西都带血丝儿了。两位稍等。夫人，保和堂的大夫到了。保和堂？什么保和堂？我不是让你请疑似的淋点药吗？哎呀，今日九皇子也突发高热，这宫中所有的医女都在储秀宫候着了。这老奴啊，怕给您耽搁了，就只能把保和堂的大夫给您请来了。罢了罢了，快领他们进来吧。请。这边请。大姑娘咳嗽时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浑身都痛。
对陈大姑娘脉象竟出奇的弱，已是重病之象。女医，我家女儿怎么样？不知可否让我家于大夫为姑娘诊诊脉，我再去看看她的所吐之物。夫人，容我和小徒儿去看看姑娘的所吐之物，再斟酌开方。去吧，去吧。你觉得像什么呀？伤寒意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京城竟然有疫病！看看。我们要告诉相夫人，向香宁侯请旨，要太医署彻查源头，避免事态扩大。连点药是伊思欣的招牌，您说能治好我的女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家姑娘由女医官治，你们两位啊，请回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胡闹啊！你们这是，这贴药下去，人能不能挨到明日都很难说呀。怎么说话？这可是林点药开的方子。夫人，你家姑娘所患并非寻常风寒，若按照此方医治，今夜必发高热。那依你话，我家女儿得的是什么病症？按照脉象来看，的确是寻常风寒，但若是在切脉切的久一些，便不难发现姑娘的病症既不像寒症，也不是热症。如此来势汹汹，不过半个上午，人便已虚耗尽。我断定，不出片刻，姑娘的手脚必定会由凉转热，且想要腹泻。夫人，这是伤寒意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相夫人，你家姑娘若是喝了林大人这服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必定会腹泻不止，呕吐更甚。姐姐，林大人，您这是？相夫人，这位便是隆安县主。姐姐，你并不曾开堂问诊，病人面前无小事，任何话从咱们医者说出口都是要负责的。我家姑娘在江南时问过诊，你并未看过相姑娘所吐之物，如何断定是寻常风寒？姐姐，你若是问诊过许多病人，便不会说出这样的外行话。小小风寒，只是病症重了些，难道把脉拔不出吗？夫人放心，本官这点把握还是有的。夫人，姑娘的命重要，你若是信不过我们师徒二人，可以去太医署请人确认。太医署监察地方，对时疫疾病最为熟悉。姐姐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。太医署可不是轻易登门的，更何况疫病须有源头。相姑娘如若是患病，必是要私自下山的。县主请回吧，我们家姑娘自有林大人照顾。姑娘病情若是加重，请务必先服下此药。
姑娘，太医署的人把我赶出来了。怎么？那个主事的瞧不上咱们民间的大夫，话里话外还阴阳咱们多管闲事，气死了。好歹咱们姑娘也是县主，他们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？你姑娘我这个县主不过是皇后赏的虚衔，背后空无一人，自然没有什么分量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拿上我的名帖，递到陈大人府上。是。陈大人，你打算直接找太子啊？儿臣参见父皇。微臣拜见皇上。皇儿，宫中出什么事了？你我父子，非得当面递折子。京中有疫病。父皇，当务之急是确认疫病的真假。你是如何安排的？儿臣已派人前往襄宁侯府，准备将林氏和薛氏都召进宫里。召林氏和薛氏做什么？陛下，求您为臣妇做主啊！宫中女官竟有如此滥竽充数之人，明明是伤寒疫，却说是寻常风寒，害得小女已是病重垂危了。想必是襄宁侯长女患病之事。没想到他竟如此不知轻重，此番怕是被叫来斥责的。与之相比，玉娘都累完蛋了，休了血香液，真是明智之举。难道真是伤寒疫？不，怎么可能？宣隆安县主薛征女医林玉娘觐见。我在此等候。隆安县主薛征参见陛下、太子、陈大人。医司女医林玉娘见过陛下、太子、陈大人。微臣孔维安见过陛下，见过太子。林氏，臣在。今日宫中谣言四起，说京中有疫。本宫听说谣言传自你口，可确有其事？殿下明鉴，此话绝非出自微臣之口，乃隆安县主在侯府告知相夫人。陛下，临点药给我女儿把过脉，确诊是寻常风寒，未成想却害了我家女儿，还请陛下为臣妇做主啊！真是伤寒疫，好手段，朕便助你一臂。这份脉案出自谁手？
是臣亲手所写。你确定自己没把错？陛下，若是连这种脉象都把不出来，不如吊祭，以免疑惑人间。林典药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回陛下，微臣认可县主说的话。唯一者，若是连这点脉都把不出的话，的确不如吊祭。陛下，臣女蒙皇后恩典，得封县主，自感有愧于国，求陛下今日全臣女忠义。如何忠义？臣女觉得伊斯绝不可有无能之辈，因此臣女想和林大人打个赌。若是今日之事被臣女言中，还请林大人以后金盆洗手，莫再行医，以免伤及无辜。薛县主，你安敢在陛下面前大言不惭？请陛下允准。陛下，微臣愿与县主对赌。江宁好久见。陛下，方才几位太医已给小女诊脉，小女所患确实为伤寒症，是臣夫妇失察，万望陛下恕罪。薛湘，你竟然是对的，这太荒谬了。朕问你，你家小女是在何处所染？难道她归家之后是家中旁人传给她的？陛下，小女顽劣，曾带着侍女下山回京游玩，途中遇到一凉州客商。怎么会是凉州？孔令安不是上奏陈情凉州疫情已然扑灭了吗？陛下，微臣夫妇失察，险些酿成一事，微臣恳请戴罪立功。陛下，臣白日轻率，皆因不知相姑娘曾下过山，是先入为主，乃臣之错。但臣一身医术不假，还请陛下通融，准臣再回凉州，以尽全功。县主，我与你赌约作数，只是现在国朝需要人，念在百姓的份上，准我行医，等疫病退去，我随县主处置。够了！难道没了你们，国朝之中便无人可治疫了吗？父皇息怒，如今凉州官员齐备，伊司也早已派人过去，眼下应该确认京中是否有人染疫。太子有何想法？当下令封闭9城，启用伊司防疫预案，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甄别控制疫情。另外，县主最早发现疫病，当为首锋。陛下，这是臣与家师联合书写的关于此次疫病的特点分析，请陛下预览。这薛公明的孙女倒是养得不差呀。太子，这丫头的赏赐就交由你来安排。臣女谢陛下，谢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凉州之事不用你们操心，朕可以给你们夫妻2人一个机会。此番京城疫情由你们2人负责，如若扩散，你们2人自请问斩吧。谢陛下。退下吧。宣6部尚书进宫议事。是。县主请留步。相夫人，白日是我轻率了，万望见谅。您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相姑娘看诊，必定保证相姑娘安然无恙。不必了，
我欲请县主前往，就不劳烦林大人了。相夫人，我家玉娘虽有误诊之嫌，可这一身医术不假，经此一事，必定更加小心。况且我二人身负盛名，此事亦在职责之内。好了，无需争执了，同去便是。薛县主，孤于一同前往，你便与孤同乘吧。那便有劳殿下了。姑娘，我驾车随行。陆安县主，你救救我女儿吧！都怪我没听你的劝，这一屋子女官轮流给我女儿把脉开药，可是我家女儿的高烧还是没有退，眼看着我女儿就要不行了。请务必给大姑娘服用。谁许你们进来的？这里有患疫的病人，需要隔离治疗。还请夫人嘱咐上下，务必给室内开窗通风。好。把药吃了。这药中有附子，向姑娘的高烧应当是退了不少。不过这法子伤身且不持久，不出2个时辰，高热必会再次来袭。你是如何知道我加了附子？你既已知晓我们用的什么药，那你是不是有更好的法子？这一病属实狡诈，比之前的痘疫还要难缠。光是令人反复发烧这一项，就足以要了人的命。县主，我女儿的高烧更严重了。县主，你有什么法子？连点药都没法子，他能有什么法子？县主，我女儿她还有的救吗？您放心，有的救。3碗水熬成1碗药，给大姑娘喝下。快，按方抓药。是。身为医者，岂能口出狂言？这薛香怡当真是胆大包天。于师傅，行针。向夫人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大姑娘的体温。
错爱一生为你痴迷，一生为你倔强，一次又何妨？不常离合，凄凄世间负爱已荒茫。非你似剑交错，心如冰火，刀刻不问是非的世界。障碍前往，不诉离殇相望。牵挂一生有你，煎熬一生有你，暮暮朝朝心不慌。执手天歌寂寂寞，寄给爱与方向。县主，出汗了，高烧好像也退了。唱作声色自若，追逐源与云的世界。一语不醒，不及勇闯渴望。应该暂时不会再烧了，还需要再用几天药看看。可怜的云儿，娘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装模作样。夫人，这疫病与凉州疫病的表象有所不同，且来势汹汹。相姑娘是头一批病人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这些时辛苦龙安县主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多有本事，不过是以猛药退高热，空口白牙就说有把握，大话谁不会说呀？不可造次，让他继续说。你是医司女官，县主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想劝你少说话，多看些医书，免得下次问诊依旧是只能旁观，百无一用。你说什么？只会逞口舌之快，而在医司任职需谨言慎行，否则旁人只会觉得医司女官无能。毕竟你们既不能治病，也不能诊病。你若是不服的话，便开几个方子，让相姑娘立刻痊愈。一个孔家弃妇吧，连给林大人提鞋都不配。我们未能第一时间诊出疫症，既是事实。即使我们有错在先，让薛县主说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啊，县主，您之前留下来的药，还需再给云儿继续服用吗？大姑娘吃了几颗？1颗。那剩下的药在哪里？不过是一瓶药罢了，学医之人怎可如此斤斤计较？那是我家的独门秘方。方才人多眼杂，我担心摔碎药瓶，便随手收起来。林大人，少了1颗。不可能，这薛香姨留下的药有神效，我偷留1颗，亦是想分析出药方。她竟然这般小气。您点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乃医司女官，可莫要做觊觎之举。殿下，这大抵是我刚刚拿出来看的时候，不小心掉了1颗。不过是1颗药而已，丢了便丢了，何必如此小家子气？都有人要偷药方了，我们还得大气些。要不你也把你的家传药方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？林大人可是做出斗1千金方的人，如今掌管御药局，岂用偷你那个破药方？连伤寒液都把不出来，怎么可能做出千金方啊？说不定那也是偷的。你再说一遍试试！连圣上都说林大人治医有功，你敢污蔑功臣？谁家没功臣？皇上、皇后连下2道旨意，赞我薛家忠君爱国。我家姑娘呢，更是得了县主爵位。不错，林大人救下凉州，有功于公，才以白身得医司药典之职。而薛明公
于国朝困苦之际慷慨解囊，同样有功。薛氏女得封县主，这便是国朝酬功。不过是一个药方而已。杏林世家，谁家还没有几个传家之宝？我也不跟你们多辩解，不然你也像林大人一样，你也将药方公之于众啊！这药方乃我师徒2人共同研制出的，对伤寒重症有奇效。如今疫病横行，烦请太子将此药方带去太医署，召太医们共同辩证，若是有效，也不枉我师徒一番辛苦。县主大人。想必县主这一身医术是先生所教，无愿保举先生入太医院，不知先生医下如何？哎呀，老夫闲云野鹤游惯了，受不得管呀。林姑娘，你这个好意呀，还是交给旁人吧。姑娘，我们走吧。先生大才，流落民间实在可惜。我送你。可惜了于大夫大才，我本想请他入太医院，谁知人家志不在此。林大人就是人太好了，像他这样没主见的老奴才，何必招揽进太医院呢？简直是不知好歹。别这么说，都是医者，本当相互扶持。薛香怡，咱们走着瞧。姑娘，您是说您没有什么真本事，不过是仗着老汉呢？若是真明珠，自不会蒙尘；若是没有真本事，早晚会现原形。登高必跌重，咱们这位林大人站得还不够高。薛县主，姑送你回去。不敢劳烦殿下。殿下，我家姑娘的马车就在前面转角处。那注意安全。好，于师傅，咱们回去吧。姑娘，你知道吗？那林狐狸精啊，把孔家的后宅卖给了商户，给孔林轩凑嫁妆了。林玉娘也太胡来了。还有更胡来的，这街坊都传遍了，说是有贵女去后园休息，结果不小心碰上了商户人家的纨绔子弟，被对方调戏了一番。听说孔林轩在绣房里哭得不行了，嚷嚷着说不要嫁了。吃饱了没？薛姑娘，好巧。嘘，公子，好巧。林安，是薛香怡不仁在先，先害我们出丑，让小妹的婚嫁成为京城笑柄，又让我们在陛下面前险些丢了身家性命。我有一计，可让他薛香怡付出代价。要怎么做？别忘了，你我有皇权特许。一起。请吧。
薛姑娘，你是否在寻找疫病源头？是，我按照陈大姑娘说的路线一路寻来。可有发现？不太好，保和堂已接收10余例患者。依你看，这回疫病的情况比凉州如何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京城的情况不会比凉州好。我这几日探访京城各大医馆，发现伤寒疫虽传播的不快，却极为顽固。越是身体强壮的人，越容易患病。除了这些呢？殿下可知，疫病往往发生在冬天，最为麻烦。若是能速病源，伤寒疫便是小事；可若是不能，疫病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到那时，姑娘，保和堂出事了！保和堂治死人了！大家来看看呐！保和堂把我家男人治死了！会有这种事？这黑心的保和堂啊！哎呀！你看看，没事。谁给我做主啊？这黑心的保和堂啊！这黑心的保和堂啊！我们这孤儿寡母怎么办呢？怎么这样？这也太可怜了吧！谁给我做主啊？林大人，不知道我保和堂有何贵干？保和堂已死人了，自然是来查封保和堂。来人呐，将保和堂医患送至医署，保和堂人员一概扣押。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！这太可怜了，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害人。我可怎么办呢？不会要抓起来吧？哎，居然是位女大人！我认得，她是医署的林大人，救了整个凉州的那个。林大人可是救了万民的活菩萨。那可真是功德无量啊！是活菩萨。善人呐！诸位，我家姑娘乃是县主，保和堂可是名满天下的大店，这个人并非在我保和堂治过呀。保和堂名声一向你胡说！对，我家男人就是吃了你们保和堂开的那个什么神药，才丢了性命。哎呀！看着不像做来看看呐！知人知面这保和堂治死人还不承认呢！赔钱的。就是，这下有人管了。本官身负圣命，保和堂亦属本官管辖范围之内。到底吃没吃过你家的药，审过才知道。林大人，你可曾见过他吃过保和堂的药？请你拿出凭据。况且你只是医署医官，如何管得了保和堂啊？是吗？那本官能不能管得了？不知道孔大人想怎么管？哎，这什么人啊？哎呀，我说他胆子够大的。孔大人见到县主，为何不行礼啊？这是县主啊！县主啊，这不是县主啊！下官见过县主。这二人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就是那个县主啊！你们保和堂治死了我家男人。疯婆娘，再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什么胡说？就是你们治死的！够了！哎呀，薛县主，麻烦你给这男子探探脉。是。探脉之事就不劳烦县主，去给病人诊脉。是。慢着，薛县主，这是要妨碍公干吗？
林大人用不着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，你扣不起，我也受不起。薛县主，不知由我来检查，你能否信得过？不如你我二人一同问诊，看他到底如何。我看可以。若此人是来讹诈，京兆府将严惩不贷。姑娘，这人还活着吧？脉象很弱，几乎没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明明就是你们致死的。薛县主觉得如何？县主，哪有贵人给咱们这些穷人看病的呀？什么贵人啊？就是给人吃毒药的黑心商户。可我听说保和堂不收钱。你傻呀！医馆要的是名声，他这是拿咱们的命给医馆赚吆喝呢。没错，没错。一针即活。都快没气了，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就是，你还能救死回生？我说他没死，他便不会死。妈呀！动起来了！说走就走，太吓人了！这吃吧，来了！天哪，很吓人的！好了，这是。真的，你看，原来是个骗子！骗子！骗子别跑！现在太厉害了，真没想到啊！想到了，差一点啊就被冤枉了。大夫呢？快找大夫来！这是知府大人家的公子被毒蛇咬了，谁能治？这不巧了吗？今天女神也在这儿。胡管家，今天你家公子有救了。你是神医，赶快救我家公子！你是什么人啊？竟然如此无礼！这位可是我们医署的林大人。林大人？什么林大人？林大人，您治治这位赵公子吧，您让人看看什么叫神医。对，是啊，就是赵公子吧？林大人，请。好，我来看看。这能治得好吗？保不准。这究竟能不能行啊？看样子病得不轻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家人的命也是命，你家公子有神医救了，这个孩子便让我这个庸医看看，不行吗？随你。走，去看看。有刀吗？帮我按着。他怎么拿刀啊？啊？这哟！手腕能割吗？给我。哎呦，这不疼啊！你看我手都疼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不了，包回来。林大人不愧是女神医啊！看看这胆子，敢放这么多血。
厉害！不愧是女神医。姑娘，姑娘，药来了。大人，你这不止血吗？不着急，让我来扎2针。有神医在，放心吧。父亲。止住了！这是神医呢。哎呦，他真快啊！治好了。这个林大夫这块看着怎么那么吓人啊？都流了多少血？晕过去了，别死了！你这庸医，干什么？你这是在止血救人吗？我家少爷的血都快流干了。没事吧？管家，少爷的血还没止住吗？你伤口割开放血了？谁帮你止的血？是他。邱姑娘，救我家少爷！我看公子似乎也懂得针灸，战阵之上，学过止血针法。刚刚诊治的时候不小心伤了手，不如就由你来向这位公子施针可好？好的，我来。不可！滚开！你们这帮庸医！没事。醒了，活过来了，血止住了。是啊，大神医止住了，这才是神医啊！真是，太好了！你这个庸医，差点害死我们家少爷！干什么你？给我上！打！掐制人就该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狠狠的打！把这个治死了！别打了，打死他！别打！不住手！住手！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这薛世伯的神医不过是仗着于师傅相助，以免百姓受骗，臣愿与他当众辩一辩医理。小的见过太子殿下。殿下，都起来吧。谢谢太子殿下。薛县主，你怎么说？林大人已经输给过我一次，我不介意他再输给我一次。薛县主，本官如今掌管京城防疫救治之事，这几日不断有人提及保和堂可救治伤寒疫，
依司众多国手一致认定，治疗伤寒疫的方子非医道圣手不可。你可承认？你继续说。而你行医经验尚浅，怎么可能开得出？不错，殿下，就该让百姓们看一看，到底谁才是庸医，谁才是那个欺师盗名之辈。着林玉娘、薛香宜前往府衙便医里，着医司的医者以及保和堂于大夫及众百姓前去观看。这林玉娘实在难缠，犹如蚊虫一般，令人生厌。借此机会让她毁了名声，也好过继续坑害百姓。看你欺世盗名之举能到几时，我就是要戳穿你虚伪的嘴脸，让你爵位不保，名声尽毁。慢点，小心脚下啊！慢点。这都快死了，还能救活吗？你懂什么？就要他们救这种将死之人，要不怎么看得出谁是神医？这病人已油尽灯枯，他儿子唯一所求就是希望他能醒过来，再看他最后一眼。两位大夫，你们都说自己是神医，赶紧救人呐！二位，请两位太医一致决定，选一位伤寒疫的病人上来，由你二人合力看诊。现在开始吧。殿下，病人只有一个，若我令病人醒了，这比试结果该算如何？若林大人能让病人醒来，我甘愿认输，承认自己是庸医。不过，若是林大人让病人醒不过来，又该如何？那我便认输。好，那我便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若是不能让他醒过来，就要兑现承诺，立即脱下官服，从此永不行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镇主，如果玉娘把人救活了，你不但要承认自己是庸医，更要关闭保和堂，从此不再伤害一位无辜的百姓。凭什么？我家姑娘跟你赌，关保和堂什么事儿？你怎么不拿整个孔家赌啊？是县主不肯吗？好，若是林大人搞砸了，孔大人需当众向我磕头道歉，从此以后见到我退避三舍，躬身行礼。好。林大人，请吧。哼。这林大人看着有模有样的，不像是庸医。人家是女官，不会浑水摸鱼吧？我出身官宦人家，如今更是一司女官，我绝不可能输给一介商户女。玉娘的医术不亚于国医圣手，今日赌约后，这保和堂将是我孔家的囊中之物。这林大人看着是真不行，这不和刚才这赵公子是一模一样，光扎针不起效啊！哎，你看他针上抹的什么？县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往针上抹惊风散。大人，什么是惊风散？是一种药，敷在外伤上会产生剧痛。啊，那
我娘能受得住吗？只要能把人救醒，有什么受不受得住的？你刚才失真的时候，病人是有反应的，说明他并没有丧失感知。他之所以没醒过来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醒过来。你这样除了折磨他，没有任何帮助。县主，刚才是你说的，让我先，你要遵守规则。你娘已经不行了，现在扎针是不会让她醒过来的，只会加重她的痛苦。别听他的，你心思阴暗，只顾自己，岂能拿人命只当儿戏啊？县主，你若真有人心，就应该抢着救人，而不是见我有了法子，担心自己输。你还想不想见你娘最后一面？你说这位林大夫法子不行，那你给我法子，能让我娘不受罪啊？我有，装模作样。刚才还让他先治，他不治，现在林大人有法子了，他百般阻拦。哎，这天都快要黑了，这分明是要拖死人呢。心可真够狠的。就是。林大夫，您动手吧。动了，殿下，动了！娘，娘你醒了，娘！哎，够了！你要折磨死他吗？放开玉娘，别耽误治病。不，走开！娘，是孩儿不好，是孩儿不孝，娘！你让开，他就要醒了！你给我住手！你没看到吗？我娘她疼吗？娘，我不要你醒了。林大夫，不要再扎她了，我娘她疼。殿下，我有法子让病人醒来。殿下，我有法子让病人醒来。什么法子？用毒。殿下，万万不可！你们够了！我娘不是你们用到争夺名利的工具，谁让他折腾我娘，我跟他拼了！我不折磨你娘，就3针，你且放心，我的针你娘不会痛苦。不可能！这帮庸医，我娘被你们害惨了！愚蠢东西，此时分不出胜负，定会累及我的名声。殿下，下官认为，还是变医理更为妥当。拿病人比试，确实有伤人和。没错，殿下，确实要对这个可怜妇人去用毒，实在有伤人和。哎呦喂，刚才下针时没见林大人有片刻犹豫，如今轮到我们姑娘救人，倒提起人和了。这是蛇毒，能让你娘清醒斩查功夫，全你孝心。你放心，若是你娘有丝毫痛苦，你大可以往我身上扎针。这里这么多人，我承诺不追究你的责任。这，陈大人，县主以毒攻毒，可行否？啊，回殿下，医术高超的大夫用毒救人，那是常有的事。
醒了，醒了，真醒了，真厉害！要不然人还真醒了，真厉害啊！醒了，醒了！你看，有救了，只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啊！娘，娘你醒了，娘，怎么会？娘，你终于醒了，气死我了！你母子可去隔壁好好说会话，记住，针不可拔出。上梁蘸茶的时间。多谢大夫，娘，我扶你走。娘，慢点。哎呀，不错不错啊。好，薛县主可谓神医啊！神医呀，这绝对是神医啊！了不起，简直是活佛在世啊！神乎其技，真厉害，了不起了不起！殿下，薛氏以蛇毒把人救起，并非正道，算不得数。不错，殿下，下官请求再看2个病人，或与他辩医理。真不知道孔大人看上你什么了？如此善妒，容不下人，简直可恶。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让医司中的太医和女医都先跟你辩一辩医理，才算是真才实学？没错，薛县主3针止血，3针续命，我等有目共睹，老夫着实是佩服啊！是啊。林大人，你要不先行主约，把这身官服先脱了？把那官袍脱了，必须脱了！就是扒起来啊！就是。他不配穿，脱了！你呀，愿赌服输，脱了吧！脱了吧！殿下，臣不服。不服不要紧，只要不是不想履行赌约。是啊，我记得上一回他在陛下面前和薛县主赌过一回，后来也没认。是啊，听说他要去治疫，为自己将功折罪。哼，好笑！难道没了他，我等还治不了疫了？运2口千金方在凉州市治疫有功，是研制出千金方的人。薛氏虽然靠蛇毒让病人多活2刻，可他能研制出千金方，他能治疫吗？谁说薛大夫不能治疫？我的病就是薛大夫治好的。对呀对呀，我也是薛大夫治好的。你们懂什么？这个老妇人根本不是一病，她糊弄你们罢了。孔林安，你3番5次诋毁薛县主，莫不是真以为姑好欺负？臣不敢。可是殿下，这老妇人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根本看不出玉娘的本事。今日比的是治疫手段，而非是给人续命，还望殿下明鉴。殿下，县主之前一直以臣的官职医资作赌，而他只是用不行医搪塞下官，下官不服。那你要如何？臣要加注，臣以官职医资赌他保和堂，若他输了，保和堂归我。保和堂？你们拿什么换我的保和堂？连你在内孔家那点资产，连我保和堂一间分铺都不如，真是厚颜无耻。再加上我呢，再加上我们孔氏一族，如果玉娘败了，我孔林安自愿脱去官袍，陪玉娘了此残生。你是孔家如今，可却弃之如敝履，不值一文。你，好，孔林安，连官职都敢拿来对赌，好啊！但姑觉得不够，姑再给你加一条。若你夫妻2人输了，孔家全族打入剑戟，欲射不赦。那若我们赢了呢？那姑就去奏请母后，撤了他县主的爵位。好，除去我的县主职位。我若输了，
保和堂归你们孔家。太子殿下一言九鼎，臣赌了。此二人症状一致，发病时间一致，两位太医都已见证，确为伤寒疫，给你们1天时间医治，还请两位以人为本。请殿下、诸位大人放心，臣必然会全力以赴。这女人实在好命，连太子都在为她撑腰。今日必然让你身败名裂。等等，玉娘，这真的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有此药引做出成药，疫病必除。难道你也觉得薛香宜是天才，我是庸医？怎么会？只是这个病他极难医治，连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太医，他们都束手无策。他们没有法子，不代表我没有。当初千金方不也是我做出来的？当时多少名医对斗医束手无策，我不照样把他们比下去？两位都已经确认好药方，就请两位太医辨一下，适不适合。好好好，这胡闹！你竟然用异畜之血当药引，无异于火上浇油啊！什么异畜之血？幽冥，这不闹！杀我们的命！林大人，你身为医者，怎能用这刚烈的手段？若是病人熬不住了，会死的。没错，林大人，此方不可行，非常人所用。列位大人，你也是饱读医书之人，必然知晓治病有缓急，方有大小。那和你这异畜之血的药方有何干系啊？素问《至真药大论》中，其之不去则呕之，是谓重方；呕之不去，则反左以取之。所谓寒热温凉，反其从病也。臣科还需重记，此病厚重，难以为医。病轻则用药须少，病重则用药须多。这林大人，事关人命，此药方当慎重啊！殿下，臣以身家性命担保，此药方可以救人。诸位大人，此药名为伤寒9贴，内有9种不同的药方，针对伤寒疫的不同阶段，可使用不同的药方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你这病患该用第几贴啊？大人请看，我这病患皮如花，肝脾之处肿胀高血，应用第8贴。好，亦是臣科重记，
但需群臣辅佐，寒热病头，却无取其，可为正法。好好好，看样子真是神医啊，是吧？这宫里的太医都说好了，没问题，肯定能治好。大人，你所言有失偏颇，一人一方，一病一方，若一方能救天下，哪里还需要坐堂问诊？殿下，求殿下准许臣用药。好，好，着人准备汤药。是。薛相宜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医术，就是仗着保和堂的药方罢了。怎么，你还真敢治病救人啊？我劝你趁早给太子道歉，万一治死人了，你这县主、贵女的身份也根本保不住你。毕竟你不是真的贵女。不劳孔大人操心了。我知道，你心里对我还留有真情。此前针对玉娘，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罢了。可是关系到万千百姓的安危，又岂能纵容你胡闹下去？此前种种，我都不与你计较了。只要你交出保和堂，我还能正式迎娶你。这样，在族谱上面，我让你排前面。滚！族谱让你排前面，你还不满意？你可知道，玉娘一旦立了功，你便再也没有机会让你压她一头。薛相宜，你。殿下，现在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发现人看怎么办？如何处理？来了！哎，终于出来了！殿下，药熬好了，这是林大人所开的药方。殿下，这是薛县主开的药方，拿去给病人服下。是。玉娘，你看，不可能！你死人了，这出血了，这出人命了！玉娘，你看，这怎么办？不可能！这不惨跌人命！不可能！给我活过来！庸医害人呐，可不是吗？你这个，还就病重，再这么下去那不死？我命你不许死！给我活过来！让开！徐相宜，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徐相宜，起来！起来！快给我拦住！徐相宜，别跑他！
娘行医是为天下女子争一口气，而你薛湘仪算什么？一个满身铜锈的商贾之女，凭什么比我强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我的医术是我苦读经典，亲身试药得来，朕不服！林安，是他们联起手来害我，用我的方子治死了人，却把脏水泼到我头上，对不对？殿下，这此中必有误会啊！玉娘可是凉州之役最大的功臣，她的医术怎么会有错？殿下明鉴！够了，孔林安，你这蠢逼！你可知他林玉娘在凉州都做了什么吗？殿下，玉娘随我在凉州之役，她的所作所为，我怎会不知？倒是薛氏，我从未见过，他竟还会医术。事到如今，他不过是在靠保和堂的方子成事，是他骗了你们。哎呦，响了！有啊！神医呀，真是妙手回春呐！看到了吗？我家姑娘治的。你看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说的不会医术的薛湘仪。孔林安，你真是眼盲心瞎。是。慢点啊！既然你不信，你说那林玉娘是你在凉州亲眼所见，那我就告诉你她到底做了什么。带人上来，亲口告诉这孔瞎子。哼！殿下，民女要告林玉娘在凉州治疫期间克扣治疫款项3万两，盗取薛县主治疫良方1000金方。你胡说！殿下，他胡说！他只是一介家仆，他胡说！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也就是孔大人傻，由着你欺骗，还有那些百姓也蠢，竟看不出你是此等沽名钓誉之辈，还说你是什么女神医。不，1000金方是我做的，是我做的！放屁！那是你从薛县主写给孔大人的信里偷来的。你闭嘴！就说他是偷的吧。哼！你自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你不承认不要紧，我自有证据。1000金方就是偷来的。你不知道吧？我把薛县主的信留了下来，还有你伙同药商购买成药的信件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以民报国，恶奴施主，是要受将军之刑的！殿下，民女愿以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愿受千刀万剐之刑。还有孔大人，你知不知道，他林玉娘就连薛县主寄往凉州的买药钱，也克扣了数万两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要给我的孩子报仇。你这个虚伪善妒的女人，若不是你下药，我怎么会失去做母亲的资格？我就是死，我也要把你的真面目公之于众。官人一向瞧不上贱籍女子，若是没了我，他根本瞧不上你。你们，
信我，是他们要害我，对，他们要害我，我的房子没有问题。千金坊是我做的，是我的。嘿，没有人会害你，都是你自欺欺人，气得连你自己都信了。相信我，千金坊是我做的。孔令安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在凉州，我与玉娘共患难，他替我管衙役，对百姓人事，他调度有序。这时间久了，我就被蒙蔽了心智。千金坊是我做的，我是真的太欣赏他了，才会看走了眼。是我看走了眼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千金坊是我做的。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怕了。你怕太子殿下会撤掉你的官职，你怕天下刀笔将你夫妻二人钉在耻辱柱上，任人千秋唾弃。小姨，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好，我要重新娶你，我要让你做孔家唯一的主人，好不好？小姨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小姨，小姨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自信，竟认为我还愿意嫁给你。当初我们薛家对你母子有救命之恩、扶持之情，你罔顾恩义，让我做平妻，还默许你妹妹对我下毒，妄图害我贞洁。现在眼看着林玉娘不中用，便转头来向我示好。像你这种无情无义、不忠不仁的男人，不要再说娶我这种话，我嫌恶心。你这样的男人，在我薛家连为奴都不配。来人，在，扒掉他们的官服，拖下去。这刑部问审，若一切为真，呈告父皇，诛笔钩劈，秋后问斩。速拿孔家全族打入剑击，欲赦不赦。是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小姨救我！我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手之言。小姨，救我呀！小姨，这是我做的，我救了梁州，千金坊是我写的。陛下，京城疫病源头仍在，臣要去寻找疫病的源头。父皇，我愿与县主同去。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好。可怜我们，给点吧，行行好，可怜我们，可怜我们吧，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行好，给点吧，大爷。殿下，你只说要与我一路同行，却并未说要跟我同乘一车吧？这一路，你我须假扮夫妻，自然是要同乘一辆车。来，叫这官人来听听。无聊。薛征，官人二字有这么烫嘴吗？